一条广告短片播出后，不仅登上热榜，拿下千万播放量，还让网友看完后感慨万千。有的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有的诗兴大发，当下为其赋诗一首。但无论哪种，共同感受都是完爆如今的言情剧。什么广告还能拍出这种水平？别不信，前有日本广告脑洞清奇，让人欲罢不能；后有泰国广告为人称道，被网友戏称为国粹。事实证明，有的广告可比电视剧好看多了。言情、搞笑、悬疑、惊悚、土味，包罗万象，要啥有啥。本期影片，猫爷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10大最有创意广告，看到最后1秒才知道卖什么。第10名，人生延长3日。短片开始，男主从河边醒来，被死神告知自己已经死亡，但鉴于生前的表现，准许为自己的人生延长3天。回到家后，他翻到自己以前在本子上列下的一条条遗愿清单，去蹦极、环球旅行、坐直升飞机、登上富士山，这些总有一天要去做的事情，却都没有来得及去做。如果没有这人生额外的3天，连遗憾的机会也没有了吧？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有好多的计划，却被那句下次吧，有机会的，等以后搁置起来。那些来日方长，只有在经历生死那一刻，才明白可能成为终生的遗憾。这支短片其实是日本杂志宣传会议举办的第10届 BOVA 广告大赛的获奖作品，名为《人生延长3日》，而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拍摄一部让人立刻想去旅行的3分钟广告片。片子播出后，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如果你也有还没来得及实现的小愿望，猫爷想说，心动不如行动。第9名，代餐。短片中的女主角3餐中最怕吃午饭，因为大热天的吃完总是一脸油。更悲催的是，每次这种时候进电梯还总会遇到暗恋的人，浑身油腻，你以为是卖化妆品、吸油纸、抽油烟机，甚至洗发水、浴缸，结果话锋一转，女孩在暗恋的男生面前一开口，纽扣撑得崩掉。好的，果不其然，之后代餐出现了。你猜对了吗？反正猫爷第一次看的时候没猜对。关键是搞代餐就搞代餐，前面铺垫那么多，脸上出油干嘛呀？这属于混淆答案，扣1分。当然，这还不是最绝的。第8名啊 ，A 和 B 是好朋友，可社恐即将转校去曼谷读书，他害怕自己在新学校交不到朋友，于是 B 献出了自己的计策，让他找个话题和人家唠。但 B 因为自闭，找话题总是不准。从登天直播、探索宇宙，到 NASA 能把宇航员的便便变成口粮，再到孔刘的父亲是棒球选手，同学没一个感兴趣。总之就是失败，再次失败，总是失败。期间 B 对聊天话题的指导越来越具体，甚至状态也逐渐由追车慢跑到骑车、爬车、拔窗，最终引到了人人都关心超级主流的东西上。人手一个超级主流，这次怎么看都是个电动车广告了吧？实在不行就是手机广告，但又天真了。其实这次是 App 广告。看着用这个 App 成功交到朋友后，猫爷和他的眼角同时流下喜悦的泪水。第7名，情人节。在国外的街头，行人偶然发现了一幅巨型又怪异的画像。之所以说它怪异，是因为这张长着络腮胡子男人的脸，胡子竟然是立体的，一根根可以从画里面拔出。乍看第一眼还以为是卖刮胡刀的广告。有好奇的路人走进画前，试着拔出这些胡渣，结果却收获了意外惊喜。原来这些胡渣是玫瑰花的花杆，将花杆拔出后，就能收获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杆上还绑着一张小纸条，正面是情人节祝福，反面则是商家的广告。大家肯定都遇到过发传单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总是令人无奈，不接吧，觉得发传单的人不容易，接过来呢又是废纸一张，有时候没地方扔，只能揣一路。但这种赠人玫瑰的发传单新方式就让人很愉悦，而且也会让得到玫瑰的人对商家印象深刻。第6名，大米。一对老夫妻到一家餐厅吃饭，这是他们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不过这顿饭老太太吃得并不开心，因为眼前这个刻板无趣的糟老头子和几十年前那个温柔体贴的帅小伙简直判若两人。当年小伙会给他喂食，现在的老头只会自己埋头吃饭，吃完饭还要打个有味道的饱嗝。当年的小伙子会握他的手，现在的老头子向他伸手只是为了拿手机。当年的小伙子会说各种甜言蜜语，
如今的两个人却是相对无言。就在老太太心灰意冷的时候，服务员却拿来了一张泛黄的收据。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头子刻意安排的，装出一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截然相反的样子，实则是为了给老太太一个惊喜。那张收据就是两人第一次在这里约会时收到的，他并没有忘记两人之间的浪漫。看到这，估计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告诉大家要将浪漫进行到底的公益广告，但直到镜头的最后一秒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卖大米的广告。第5名，五星炸鸡。一直让所有年龄段都喜欢的广告是什么样的？泰国老牌炸鸡品牌五星炸鸡创办至今已有37年，最初的消费者现已成了大爷大妈。虽然这批人依旧是五星炸鸡的忠实客户，但品牌依旧想要扩大消费群体，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为此，广告公司提出了将几代人联系在一起的鸡肉概念，想要拍摄一支将每一代人的每一个想法都汇集到一起的天马行空的广告。广告由泰国男明星威尔担任主角，采访不同年龄段的人，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小鸡和僵尸到哈利波特和艾尔莎等角色，威尔所在的布景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发表评论而发生了变化。随着广告的进行，布景陷入混乱，最后无论你有什么冲突，无论是政治、音乐、时尚，甚至如何抚养你的孩子，你们共同的爱好都是五星炸鸡。第4名，螺蛳粉。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被人误解，那些被误解的时光，不是轻轻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弥补的。透过表象，是否有人去真正了解过一切误解背后藏着什么呢？这是一部国产广告，内容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涉及生活中很多让人误解的热点话题。老师对成绩好的学生态度温柔，对差生非打即骂；上司利用职权对下级处处刁难，对老板点头哈腰，恭迎奉承；乞丐变得贪得无厌，让施舍不再被感恩。之后再反转，引出一切皆是误解。原来老师只是因材施教，主管对着老板点头哈腰是为了给下属一次机会，乞丐讨要更多食物是为了喂食流浪猫狗。两种强烈的情绪对比，一下就能戳中观众的敏感点。但就在观众纷纷被感动的泪目时，你猜接下来是什么？是的，这是一个卖螺蛳粉的广告，因为了解过才能知道螺蛳粉的美味，可以说非常贴切了。第3名，广告公司。男人接到一个肥皂广告，甲方利用自己的职权一遍遍让男人修改。于是我们能看到强行推销版、激情四射版、鬼魂竟是我自己版、赛博朋克版，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不仅如此，同样的演员，相同的台词，还能演出不同的风格效果，可以说相当牛了。要是猫爷是甲方，恐怕做梦都能笑出来。所以猜猜这是什么广告？有人可能张口就来，肥皂吗？这还不简单。不，你低估了泰国人的脑洞。就在最后一版敲定时，甲方突然说没钱了，要等以后投。这时屏幕显示出了阿克辛导演，所以这是广告公司的广告。就问你，这谁能想到？第2名，床垫。相处了这么久，嫁给我好吗？面对恋人诚挚的求婚，女主人公却只能大喊痛痛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尴尬的求婚继续下去的？恋人漫步在夕阳的沙滩上漫步，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在浪漫的场景衬托下，似乎求婚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海滩那边迎面跑来的壮汉到底是什么情况？壮汉还对女主锁喉，而男主人公依旧无动于衷，这是合理的吗？当然不合理。但如果是在梦中就合理了，而且这是有现实依据的。很多人做噩梦，被掐喉咙、被打头、憋气、腰痛等难受、恐怖的感受，都是源自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的罪魁祸首就是床垫、枕头不舒适。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境，一切都是女主在被粗糙床垫压迫下做的一个梦。最后，舒适的床垫让女主摆脱噩梦，获得幸福的感受。这就是广告片的灵感来源，虽然无厘头，却也有现实可依据。而这支广告推销的原来不是求婚用的戒指，而是日本一款主打舒适的床垫，这脑洞你能想得到吗？第1名，日本内衣。不得不说，日本拍内衣广告真是一绝。一般内衣广告都会找身材不错的女模特来拍，比如这组，应该不少人看过，水果和内衣颜色的对比非常漂亮。还有这种用水果外衣代替的创意型广告。但是和日本相比，这都不够绝，因为他们没有找女生，而是找一群男人拍。
日本内衣品牌华歌尔曾推出运动内衣广告，由台日混血艺人加藤佑纪做代言人，但广告焦点则是男模特在胸前系上2个透明容器，再放置不同重量的动物，包括仓鼠、鸡及兔等，类比不同 cup 数重量，然后通过跑步、打网球及打排球等运动，以此比喻胸部与运动时的负荷。不论是还是异，当女性在运动时，胸部都在进行不规则运动，因此这时候需要有外力帮助，所以你需要华歌尔运动内衣。说实话，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脑洞，因为猫爷看完后才终于知道为什么地罩杯要叫小白兔了。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看过哪些有创意的广告？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